母亲，女儿来接您了。你叫本宫什么？母亲。朝阳，你疯了吗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本宫的女儿什么时候换人了？夫为妻纲，你竟敢打我！本宫只问一句，渊儿在哪儿？母亲，你认不出我就罢了，怎能一回来就动手打父亲？你是什么狗东西，也敢叫本宫母亲？母亲恕罪，女儿只是想亲近母亲，不想去惹母亲不快，是女儿的错。朝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打渊儿？母亲，妹妹也是一番好心。渊儿呢？朝阳，你发什么疯？渊儿不是就在这里吗？你是不是病还未养好？就算病没有养好，也不能打人啊！你这么做真是太过分了。父亲，您别激动，母亲只是一时认不出妹妹而已。少废话，渊儿在哪儿？但是妹妹温柔善良，就算长相有了一些变化，相信母亲跟她相处几日就会喜欢她的。儿子可以用性命保证。我再问一次，渊儿呢？不说，那我便自己回府找。长公主府，哪个不要命的敢擅闯？啊！你们！这府里竟一个熟面孔都没了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。长公主，情况不对。小郡主现在住在哪个院子？在瑶春园。瑶春园，那是本宫的院子。属下记得，瑶春园里还有温泉，是长公主您以前最爱的地方。院子里引了城外的温泉，四季如春。渊儿难产出生，身子从小就弱，我离京时特意让她搬过去，就是想让她借着温泉养养身子。除了渊儿，还有谁有资格住在这里？看来刚才在城外是夫君和儿子跟本宫开的玩笑。小郡主或许是想在府里给您个惊喜。渊儿身子不好，确实不宜出门远迎，方才是我冲动了。等见到渊儿，我定要好好跟夫君他们道个歉。渊儿，渊儿，母亲回来了，快出来吧。公主，有些奇怪，郡主院子里面的丫鬟竟然跟外面一样，也没有一个熟面孔。春景，你看，少了一片鸢尾花，那可是郡主出生时您亲手种下的，那是韵儿最喜欢的，5岁起就亲自打理。以前她总喜欢在那花丛里对着我甜甜的叫母亲。姚春元以前伺候的人呢？奴婢不清楚，奴婢入府才3年。说实话。奴婢只听人说，是以前伺候郡主的人办事不力，被驸马发卖出去了。那郡主哪里去了？回长公主，郡主跟着世子和驸马爷出门接公主了。渊儿什么时候来接我了？那个女孩难道是……母亲要是不喜我，那我不如搬出去。为了我让爹爹和哥哥难做，实在是女儿我的不是。爹，今日母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西西的耳光，这让天下人怎么看西西啊？让西西冒充秦渊已经让她受委屈了。西西懂事她不说，但是我身为她的兄长，总要说上2句。这次母亲真的太过分了。哼，那怎么办？你母亲她是公主，一直都是如此刁蛮任性。要不是看中她的身份，我们父子何必委曲求全？现在我们不能撕破脸，还得好好哄着她。我也知道西西受了委屈，但是西西成为秦渊，才能让朝阳为西西谋取更大的好处啊！爹爹，哥哥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，只要你们能好好的，那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一会儿等母亲过来，爹爹和哥哥，你们千万不要帮我说话，母亲要打要罚我都接受。西西从小孤苦，这辈子有哥哥和爹爹疼爱，已经是莫大的服务了。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母亲发生争执。你们把我的韵儿弄到哪里去了？母亲，我就是韵儿啊！女儿这5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母亲，母亲怎么就忘了女儿了呢？
西西，妹妹，这时候不叫她渊儿了。朝阳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秦渊不尊兄长，欺负幼妹，都是跟你学的。母亲，你怎么能随意打人？你真是太偏心了。秦渊有什么好的？他刁蛮任性，胡作非为。西西温柔善良，心地单纯，比秦渊不知道要好多少。我们让他来当秦渊，是为你好啊！你怎么能如此欺负西西？她是无辜的。现在演都不演了，都直接跟我挑明了。所以，我的渊儿到底哪里去了？我把秦渊送去庄子养着了，这件事我拿的主意，要怪就怪我。而且这也都是秦渊他自己作天作地，跟旁人没有关系。送去庄子养了？秦叔，这是谁给你的胆子？说，哪个庄子？公主恕罪，您别怪爹爹和哥哥，这件事全都是我的错。月儿姐姐打我也是为了我好，她给我下毒也是无心之过，她砸碎了我母亲的遗物，也是因为我不懂事，没有把东西给她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爹爹和哥哥只是因为心疼我，才委屈月儿姐姐，让她去庄子住一段时间。母亲，秦渊顽劣不堪，心思恶毒，这种人就不该在我们公主府。他的郡主之位就应该给西西。母亲身为长公主，为了脸面，也应该需要一个端庄大方的女儿来撑门面。你知不知道，就连当今贵妃娘娘和陈王殿下对西西都赞不绝口。陈王殿下甚至还跟父亲透露出想娶西西为王妃的想法。西西如此争气，为我们公主府争了多少光，母亲不夸奖她就算了，怎可还对她打骂？秦渊跟西西相比，一个天上月，一个是脚底泥。秦渊这种人是死是活都是咎由自取，也是他的报应。你啊！救命！爹，救我！朝阳，你疯了！我最后问一次，我的晕儿到底在哪儿？朝阳，你竟然对他下死手！他虽然只是你的继子，可也教了你15年的母亲啊！公主息怒，求您别打爹爹和哥哥了。月儿姐姐的事全是西西的罪过，不怪爹爹和哥哥。3年前，月儿姐姐不满哥哥疼爱西西，总觉得我这个外来人抢了她的位置。她一时糊涂，竟在我的茶里下了迷药，还找了地痞流氓想坏我的清白，以此来羞辱我，想把我赶出府去。幸亏哥哥发现及时，只说了姐姐2句，想让她回头是岸。谁知姐姐性子烈，竟因为被哥哥撞破丑事，羞愧难当，自己赌气离家出走了。这件事全是我的错。可这几年，爹爹和哥哥从未停止过寻找姐姐，可始终没有消息。公主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府里的老人，他们当初都是亲眼所见，西西绝无半句谎话。是3年前小郡主确实跟世子起了争执后消失的。那迷药也是在那之后在郡主房里发现的。月儿给他下药，还离家出走，这种说辞你们竟也编得出来？对，朝阳，西西说的一点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没错，那个逆女当初就是没脸见人才跑的。春景，属下在，传令下去，调集所有朝阳卫，封锁全城，给本宫上天入地搜寻郡主下落。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人找回来。是。另外，传我的令，将秦叔、秦风还有这个贱人全部给本宫关押起来。朝阳，你这是要软禁秦夫吗？本宫要知道3年前所有的细节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谁敢漏掉一个字，本宫就扒了他的皮。朝阳卫听令，将秦风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得令。不要，公主饶命！爹爹救我，哥哥救我！封锁长公主府。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在这个家里到底还藏着多少吃里扒外的畜生。是。朝阳，你疯了！你竟然敢囚禁我！为了一个注定要嫁出去的赔钱货，你竟然如此折辱我这个夫君！你眼里还有没有3纲5常？我要告御状，我要去揭发你的暴行！你简直大逆不道！我要休了你！你给我等着！等我写下休书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
让你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求我原谅？即便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也不能如此草菅人命。3年前的事我没错，你凭什么关我？朝阳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是陈王殿下的女人了。你敢囚禁我，就是公然与陈王为敌，他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到时候这长公主府能不能保住不一定呢。陈王，这就是你们的依仗。本宫嫌这屋子脏，拖下去。朝阳，你这疯妇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会后悔的，陈王殿下会来救我的。长公主，1个时辰，府里内外所有能查的信息全在这儿了。这些年您在边疆杀敌，他们倒是在这府里做起了土皇帝。这些是什么？那是秦叔给柳西西置办的108件头面，用的全是皇室特拱的云锦，还有秦风在京郊购置的几处私产，全是拿府里的钱去填的。3年前本宫送回府的军功赏赐，他们居然全花在了那绿茶贱人身上。秦风甚至私下给柳西西买了3座庄子，就为了他随口一句想看红叶。渊儿呢？我的渊儿在哪里？我的渊儿在哪里？有没有查到他哪个庄子？有没有查到谁见过他？回公主，卷宗里全是他们奢靡无尽的烂账，可关于郡主的消息，哪怕是一丁点点都没有。这就是我的好夫君，我的好继子。公主，这卷宗里虽然没写郡主的下落，但当务之急，咱们还是得先找到郡主。方才属下亲眼看见，府里有人匆匆从后门出去了，桥内方向是奔着陈王府去的。陈王府？秦叔这么快就等不住去搬救兵了。奴婢方才在暗处截了些消息，那个柳西西早就和陈王有了首尾。听说陈王已经在筹备聘礼，准备择日上门求娶，立她为妃了。公主，现在的局势对咱们不利，皇后娘娘一直缠绵病榻，太子示弱，反观贵妃娘娘如今恩宠6宫，连带着陈王也是风光无限，如日中天。奴婢听说皇上已经动了另立太子的念头，朝中大半臣子都巴巴的去靠拢贵妃和陈王。咱们长公主府若是在这个时候跟陈王死磕，只怕只怕什么？本宫就在这儿等着他过来。他要是敢来，本宫倒要当面问问他看上的女人究竟把我的渊儿藏到了哪儿。谁欺负了我的渊儿，谁就要付出代价，哪怕他是当朝陈王，在本宫眼里也照样不行。奴婢明白了。扩大搜索范围，不只是京城，周边州县也给本宫翻过来。去黑市，去官府，去悬红榜，本宫出1万两白银，只要郡主的下落。是。我的渊儿啊！娘亲，娘亲，快看渊儿摘的花！娘亲，你早点回来，渊儿会乖乖听话的。公主殿下，陈王殿下来了。他动作倒是够快，那就赶紧请进来吧。侄儿听说姑姑远征归来，特地备了薄礼，上门向姑姑问好，恭喜姑姑凯旋。姑姑，侄儿有一事不解。往日里若是听说侄儿要来，西西和秦风兄早就迎出来了。今日这府里怎么冷清成这样？怎么不见西西和秦风兄啊？看来侄儿今日这问候是假，寻人才是真。既然问完好了，那就请回吧。本宫今日府内有家事要处，风尘婆婆实在不便招呼。长公主好大的威风，你当本王不知道吗？你仗着父皇的宠爱，回京第一日就无视国法，你凭什么囚禁驸马？凭什么重伤秦风世子？甚至还无辜牵连本王的朋友柳西西。朝阳，你真当这京城是你的边疆，能由着你一手遮天吗？本王今日前来就是告诉你，在这京城里面还轮不到你如此放肆。你如果不放了他们，就算你是当朝长公主，只要触犯了国法，本王也绝不手软，定要大义灭亲，在那金銮殿上参你一本。大义灭亲，本宫若是不放呢？那今日本王就不走了，本王跟你玩到底。春姐，本宫给的时间够久，里面的人可曾交代？回公主，奴婢无能，
那3人咬死了不开口，尤其是秦世子，嘴硬得很，请公主降罪。无妨，想必是这府里来了贵客，让他们觉得有了天大的靠山，这才敢把本宫的话当成耳旁风。既然觉得裴焕能撑腰，那就当着他的面亲手打碎他们的希望。既然不肯说，那就没必要关着了，把他们都带过来，在这正厅里，让本宫陪陈王殿下好好审一审。是。姑姑到底是明白人，这国法森严，早些把人交出来，咱们侄儿和姑姑之间也不至于闹得太难看。春景，本宫给你的时间，你就查出这么个结果，本宫看他们精神得很。公主，奴婢不敢擅专，他们名义上毕竟还是您的夫君和儿子。夫君，儿子。王爷，王爷，您终于来了！西西，西西别哭啊，快告诉本王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本王说，本王今日就在这儿给你做主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手指。朝阳，你私设牢狱，竟敢对我们动用私刑，你简直目无王法，胆大包天！如今陈王殿下在此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当众放肆吗？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王爷，算了吧，西西没关系的，只要能让公主消消气，让西西做什么都可以。陈王殿下，求你千万不必为了我跟公主置气。裴朝阳，王本王还尊称你一声姑姑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是给我们皇室丢人！秦叔驸马为人谦和顺从，这5年来你不在京中，全靠他一人操持公主府，不仅要打理琐事，还要呕心沥血抚养秦风和秦渊，简直劳苦功高。秦风世子学富五车，为人仗义，礼贤下士，京中不知道多少读书人受过他的恩惠，就连父皇也曾当众夸赞他有治国之才。还有西西，她虽是一介女流，却心地善良，乐善好施，每年在城外设粥棚，赠棉衣，救活了多少灾民。满京城的百姓，谁不叫她一声活菩萨？他们这般为国为民，积德行善，你不夸奖重赏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敢动用私刑，简直胆大包天！今日本王定要找父皇主持公道，哪怕你是当朝长公主，本王也要大义灭亲，治你一个滥用私刑、目无王法。多谢陈王殿下仗义直言，西西感激不尽。殿下深明大义，秦某佩服之至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敢打本王？裴焕，收起你那副悲天悯人的嘴脸。既然你想要公道，那本宫就让你看清楚，你口中的大义到底是什么货色。春景，念。回公主，经查，驸马秦叔在您离京这5年，私德败坏，常年混迹于京中各大秦楼楚馆，仅花销银钱就高达4万两。不仅如此，府中有12个奴婢被驸马强行凌辱后，为掩人耳目被悉数发卖。秦叔贪图享乐，为弥补巨大亏空，竟敢背着公主偷偷贩卖了您名下的2处庄子和1间铺子。世子秦风号称礼贤下士，5年间救济同窗143人，耗费14000两。可笑的是，这些同窗拿着银子转身就进了温柔乡，全是青楼常客。那些银钱全是秦风偷拿公主的首饰变卖所得，各大党铺记档齐全，画押为证，卷宗完整传抄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至于柳西西，4年前入府时孑然一身，兜里连1文钱都没有。这4年间，他所谓的赈灾花费共计11000两，全是拿公主庄子和店铺的盈利去博名声。他在府内更是穷奢极欲，每日非燕窝鱼啥不食，穿金戴银，短短4年花费便超1万两。陈王，
这就是你口中劳苦功高、治国之才、在世菩萨的家人和爱人？这就是侄儿口中所谓的操持府邸、劳苦功高的驸马？这就是你推崇备知、有治国之才的世子？这就是你说的心地善良、乐善好施的活菩萨？好一个抗他人之良，拿本宫在边疆杀敌换来的血汗银钱去博名声，这种善还真是让本宫贻笑大方。吃本宫的、喝本宫的、用本宫的，反手还要欺负本宫的亲生女儿。本宫就算在这府里养3条狗，他们都知道见到主人要护主。这3个人简直连畜生都不如。来人，给本宫打断柳西西的双手！他偷用本宫1万两银子去博名声，这只是个小惩大戒。不要，王爷救我！救命啊！你们2个但凡敢再多说1个字，本宫现在就一并打断你们的手！殿下，救救我！您答应过要护着西西的，救救我！姑姑，为了点银子，是不是下手太心狠了些？不就是1万两银子吗？本王赔给你就是了。3万两，够不够？本王这就让人送过来。大家终归是一家人，何必这般得理不饶人？本宫得理，为何要饶人？柳姑娘，这1万两白银可不是那么好吞的。我是陈王殿下的女人，我是未来的陈王妃，你们敢对我动手，培华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这是虚张声势，对，你们是在吓唬我，你们不敢真的动手。在这京城里，没人敢当着王爷的面打我，你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。裴朝阳，你住手！你们敢拦本王，滚开！完了，这长公主当真疯了，当着陈王殿下的面就敢断了柳姑娘的手。小点声！你瞧驸马爷和世子连个大气都不敢出，那可是他们平日里最宠的柳姑娘啊！刚才陈王不是说要保人吗？怎么长公主压根没理会？在这府里，怕是王爷的牌子也不如长公主的马鞭硬。怎么不叫唤了？刚才不是还指望着陈王殿下给你们主持公道吗？瞧瞧，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靠山。可惜啊，在本宫的府里，这靠山似乎不大管用。朝阳，你清醒点儿，他是王爷，你这是公然蔑视皇体。本宫连他都敢打，你觉得本宫还会在乎那点虚礼？本宫在塞外杀敌10年，这手上沾的血比你们这辈子喝的水都多。本宫没什么耐心，也没什么耐性听你们继续编故事。本宫数到3，如果不说出渊儿的下落，本宫既然能断了柳西西的手，自然也能断了你们的手。朝阳，我是你夫君，秦风是你儿。母亲饶命！2，驸马爷、世子爷，你们最好快些。朝阳为这折骨的手法可是从边关战场上学来的，一棍子下去，里头的骨头全碎成渣，皮肉却还是好的，那滋味。我找渊儿他其实被梁洛住口！
裴欢，你让他住口！他竟然如此紧张，不过是问一个郡主的下落。他贵为皇子，为何要亲自下场封一个世子的口？难不成3年前害我渊儿的阴谋里，他裴焕不只是帮凶，更是主谋？姑姑，侄儿劝你一句，这有些事知道了，对你没好处。所以，你是承认渊儿的事你也插手了？你听见了吗？陈王殿下那语气，他居然让长公主别再查了。这府里到底藏了什么滔天的大案？长公主连王爷都敢打，可王爷现在这副样子，倒像是手里攥着公主的命门。我伺候公主10年了，从未见她这般孤注一掷。今日若是查不出小郡主的消息，这满屋子的人，怕是一个也活不成。姑姑，侄儿这脸上的一巴掌挨了也就挨了，在这大庆朝，除了父皇，也就您敢对侄儿动手。可侄儿还是得劝您一句，这世上的事儿查得太轻了，未必是福。有些事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。人生在世，难得糊涂啊！难得糊涂，裴焕，本宫在边关厮杀10年，守的是大庆的江山，为的是家中的一盏明灯。如今你告诉本宫，要本宫在自己的亲生女儿生死未卜时学会糊涂。本宫最后问你一次，渊儿到底在哪儿？姑姑，真相这东西，往往比刀子还割人。既然您非要这一刀，那侄儿也拦不住。好一个大庆战神，好一个威风凛凛的长公主，裴朝阳，你是公主又怎么样？你手握10万朝阳纹又怎么样？你也不过是个女人，一个连自己男人都看不住，连自己家都守不牢的可怜女人。你以为你是在审问我们？你不过是在求我们给你一点施舍。我不怕告诉你真相，你想找那个千娇万宠的宝贝女儿？你的女儿，你那个被你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的秦渊，已经死了。已经死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他死了，3年前就死了，死在乱葬岗，死在野狗嘴里。他死的时候还在喊着求求他爹，求求他哥哥放过他，可没人理他。裴朝阳，这就是你守护的家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公主殿下！放肆！你这贱妇竟敢咒诈郡主，其心可诛！来人，给我拔了他的舌头！裴朝阳，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你离开京城的第2年，你这位好夫君和你这位乖继子就开始忙着攀附权贵了。他们和贵妃娘娘陈王殿下早有密谋，想让2家结为儿女亲家。秦家是为了攀龙附凤，而陈王是看中了你手里的兵权，想要你的支持去争夺那个皇位。他们怕你随时会死在战场，更怕你随时会回来坏了好事，所以他们铤而走险，直接给秦渊下了重药，要把他赤裸裸的扔上陈王的床。只可惜啊，秦渊这个人冥顽不灵，他居然不堪受辱，为了那点可笑的贞洁，在房里上吊自尽了。他们怕你发疯报复，才急着把我这张相似的脸迎进府。我是霸占了秦鸾的身份，我是占了他的瑶春院，可真正害死他、逼死他的是秦家父子，是这位陈王殿下。现在你知道真相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除了欺负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无辜少女，你还能杀了自己的夫君和继子不成？陈王殿下可是龙子凤孙，是皇上最疼爱的儿子，你敢杀他吗？秦鸾死得真惨啊，一张破席子卷了就扔到了乱葬岗，野狗围着他的尸体啃那声音咯吱咯吱的，他们怕他死得不彻底，还往他身上多捅了2刀呢。
我可是亲眼看着他被野狗分尸的。真相就在这儿，可你根本没办法报仇。裴朝阳，你这个战神到头来连自己的女儿护不住，真是笑死我了。怪不得姚春元那些伺候玉儿的老人3年前全被发卖了，怪不得春景动用了所有人马也寻不到玉儿的一丝行踪，怪不得你们这群畜生要逼着本宫认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当女儿。公主，您定住神，别听这疯妇胡言乱语，快去请太医，赶紧去请太医。公主，渊儿表妹到底是福气薄了些，没能等到您回来。事已至此，纠结过去也没意思。不如这样，您认了西西为义女，本王照样八抬大轿娶她进门。往后您便是本王的岳母大人。等来日侄儿荣登大宝，定封您为护国长公主，赏赐天下最富庶的封地10亿，让您享天下万民之养。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何必为了一个死人坏了咱们两家的情分？朝阳，殿下说的对啊，这件事说到底也不全怪我。鱼儿那孩子简直跟你一模一样，性子实在太倔了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难道还会害他不成？嫁给陈王殿下有什么不好？那是未来的皇后之位。我是为了她的前程，为了整个秦家的富贵。谁知道他竟然那样想不开。如今事情已成了定局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朝阳，你清醒点，我跟你才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是正儿八经要过一辈子的人。这儿女嘛，终究是外人，早晚要嫁出去的。为了一个已经没了的外人，你难道真要跟自己的夫君离心离德？夫妻妇女。朝阳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就当渊儿已经嫁出去了。往后咱们一家人还是好好过日子。你都不知道，这些年你在塞外，我有多想你。每每想到你，我都是茶不思饭不想，这心里苦啊。母亲，往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，我一定加倍孝顺您。再说了，女儿哪有儿子重要啊？儿子才能为您传宗接代，为您养老送终啊。朝阳，耍耍小性子也就罢了，别太得理不饶人。你到底是个女人，就该好好在家里相夫教子。只要你往后乖乖听话，别再这么咄咄逼人，我肯定会像以前一样对你好，咱们府里也还能太平。春景，吩咐下去，请公主示下，调集所有朝阳卫，围死长公主府。从现在起，连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若有人胆敢异动，试图闯关者，杀无赦。是。裴朝阳，你竟敢在京城私自调兵封府，莫非你是想造反不成？造反？杀几个家贼畜生，何须造反？让开！我是未来的陈王妃，你们谁敢拦我？救命！殿下救我！别杀我，母亲，我错了，别杀我。姑姑，事已至此，本王也把话说开了。3年前的事，算本王做错了。本王方才也说了，愿出3万两银子作为补偿，但你何必为了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，非要闹得两败俱伤不可？本王是父皇最宠爱的儿子，本王今日进了你的府，你的朝阳卫却围了门。哼，
你当父皇在宫里是聋子吗？只怕现在消息已经进了御书房，你若敢伤本王分毫，那就是公然谋反。到时候不仅是你，整个长公主府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怕了，他一定是被成王殿下的话吓住了。只要能活下去，只要能熬到皇上的禁卫军来。对，殿下是皇子，母亲，你不能自断后路。两败俱伤，本宫今日只要你们的命。下一个轮到谁了？杀人了！裴朝阳，你真的疯了！让开，给本驸马让开！救命啊！长公主有令，擅动者杀无赦。你不能杀我，朝阳，你清醒点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驸马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驸马，我是你明媒正娶、拜过天地的夫君，我是先帝亲自赐婚给你的，你是要抗旨吗？你别忘了，我还是前大学士之子，我们秦家门生顾宴遍布朝堂。你今日若是动了我，那就是在公然践踏士大夫的尊严，朝堂上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杀了我，你也会有天大的麻烦。你不能杀我，你真的不能杀我。先帝赐婚，大学士之子。裴焕，你瞧瞧，这就是你口中为人谦顺、劳苦功高的驸马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觉得这些虚名能护住你的狗命？不能杀我！不能杀我！不能杀我！秦叔，本宫有时候真在想，父皇当年究竟看中了你什么？公主，当年先帝下旨时，您明明知道他在京中的名声。是啊，本宫知道他流连烟花场所，知道他是金玉其外的纨绔子弟。可父皇说，秦大学士是文臣之首，秦家门生遍布大清，为了边境的军粮，为了朝堂的安稳，本宫必须下嫁。父皇，秦叔并非良配，他在烟花巷弄中豢养私妓，京中人人皆知。朝阳，你是大清的长公主，秦家是文臣的封国，拉拢了秦大学士，朕的江山才能稳固。皇命不可违，你认命吧。公主又如何？还不是父皇塞给秦家的玩物。你且在这高阁里守着你的尊严，秦某人自有去处。皇命不可违，所以本宫认命的嫁了。哪怕知道你狼心狗肺，哪怕知道你风流成性，本宫都想着，只要守着这一方天地，总能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可那天，本宫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太医，公主难产，求太医一定要保住公主。驸马呢？公主生死一线，快去请驸马回来啊！这驸马今日一早便去了百花楼，说是要给新来的花魁开脸，此事怕是请不动。秦叔，他在哪儿？公主，驸马他在青楼，他说生孩子是女人的本分，他去了也帮不上忙。本宫生产之日，你在青楼快活；本宫难产绝望之际，你与花魁温存。本宫当时想，罢了，这一生也就这样了。我不要你的温情，不要你的照拂，我只要好好抚养我的渊儿长大，这辈子便足矣了。可你，千不该万不该，连本宫最后的一点念想都要掐灭。秦叔，你凭什么觉得本宫在战场上杀了几十万人，回了家还会对你这个畜生手下留情？联合外人
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秦叔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？驸马爷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当年公主出征前是怎么交代您的？您摸着良心问问，这些年公主对您可有半分亏欠？论钱财，本宫在边关厮杀得来的赏赐，哪一样不是任你挥霍？论自由，你在京城各大秦楼楚馆流连，本宫何曾给过你半点限制？当年生渊12，本宫因奴产大出血，伤了根基。太医说，本宫这辈子再也无法受孕，因为顾及你秦家的香火，本宫甚至主动低头，亲手将她推上了世子之位。本宫做了这么多，你呢？秦风不过是个心术不正的继子，柳倩倩是个蛇蝎心肠的贱人，裴焕，他是个利欲熏心的野心家。他们对渊儿如何刻薄，本宫虽气愤，却还能理解，毕竟他们是外人。但是你呢？你是渊儿的亲生父亲，他身上流着你的血，他叫了你10多年的爹爹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秦叔，你为何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此心狠手辣？她被野狗分尸的时候，你这个当爹的是不是就在旁边冷看着？赵阳，我也没想让他死啊，是他自己不听话。只要他乖乖从了陈王，住口！闭嘴！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饶命！赵阳，饶命啊！饶命！秦叔，当渊儿被你和裴混逼着送上床的时候，当他绝望的把脖子伸进白棱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求你饶命？你饶过他吗？春景，把本宫那条浸过盐水的鞭绊拿过来。这一鞭是本宫带先帝抽的，他将唯一的女儿托付给你，希望你能给本宫一个安稳的家。可你却将公主府变成了藏污纳奏的秦楼楚馆。赵阳，你住手！我是读书人，你不能。这一鞭是为了本宫难产那天，你流连青楼快活而抽，我在鬼门关徘徊，你在红粉堆里贪欢。秦叔，你有没有心？这一鞭是为了你那死去的亲生女儿秦渊，为了你这15年来所有的欺瞒、利诱与狠辣。姑姑，够了，他再怎么说也是大清的驸马。驸马，他也配？秦叔，本宫一直很好奇，你这样的人，血会是什么颜色的？不必求了，本宫今日就亲自送你去见渊儿，让你去地底下给他磕头认罪。如此丧尽天良的人，流出来的血竟然也是红色的。春景，收拾干净。是，公主。裴焕，下一个，轮到你给本宫一个交代了。姑姑，侄儿真的知道错了，侄儿知道错了，侄儿真的知道错了。是秦叔他们父子贪图富贵，是他们说渊儿表妹性子倔，非要逼她。侄儿只是一时糊涂，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啊。姑姑，你饶了侄儿这一次，求求您原谅侄儿。姑姑，您看，渊儿表妹没了，侄儿往后就是您的亲生儿子，侄儿会帮表妹好好孝顺您，这大清未来的天下，侄儿都会拿来供奉您。求你放过我，求你放过我，我不想死，姑姑救我！害死郡主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自己是郡主的表哥？
不！公主，公主快住手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父皇救我！父皇救命啊！皇兄，你来的真是时候。父皇来了，父皇来了！我就知道父皇舍不得我，本王命不该绝。本王是真命天子，老天都在护着本王。你这疯婆子，等父皇进来，看你如何收场！真命天子，裴焕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疯了？你当真不要命了吗？杀了本王，即便你是长公主，你也难逃一死。父皇就在门外，他定会要你偿命。5年前，本宫舍命护皇兄登基，在那场混战中，本宫被叛军一剑穿胸，险些命丧黄泉。皇兄感念本宫救命之恩，亲自赏赐了这枚金牌。他亲口对本宫承诺，即便朝阳谋反，即可免罪3次。所以，裴焕，你觉得本宫敢不敢杀你？别说杀你一个，今日就算本宫将你挫骨扬灰，本宫依然是大庆贵不可言的长公主，而你不过是一滩无人收敛的烂肉。这一剑是为了3年前你给渊儿下的重药。求求你，给我一个痛快！公主，够了，那畜生快断气了！公主，渊儿，娘给你报仇了。朝阳，公主，你醒醒啊！10天了，朝阳，朕整整10天没合眼，只要一闭上眼，满地都是焕儿的血。他是朕最疼爱的儿子，你却当着朕的面将他活剐了。换作是皇兄，若看到太子被乱狗分尸，你会如何？所以你就要让朕断子绝孙？秦叔、秦风、柳西西，你杀绝了秦家，还杀了朕的儿子。这枚金牌是朕当年亲手赐你的，朕说过，即便你谋反，也可免罪3次。朕是天子，一言九鼎。拿着它给朕滚！从今往后，大庆再无长公主，朕与你生不见，死不入皇陵。臣妹谢主隆恩。公主，宫里的消息传出来了，官府贴了榜，说10日前是贼人行刺陈王。听说了吗？那晚可惨了，陈王殿下和秦驸马一家都被贼人灭了门，长公主也是命苦，受不了这等打击。听说是伤透了心，当夜就去京外的安堂剃度出家了，从此不问世事。京城太脏了，这儿的气味会让渊儿害怕。渊儿别怕，娘带你回家，那些欠你的血，娘都帮你讨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再没人能欺负你，也没人能分开我们。渊儿，娘带你走遍这天涯海角，我们母女永不分开。